从油车换到电车已经有1年时间了，总体体验下来呀，说实话，发现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刚开始的不适应，非常的痛苦。就说一说这个电车吧。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比较焦虑的，因为总担心那个续航里程不够我跑高速的时候，特别是出城的时候，总担心电池没电，要跟别人抢充电桩。慢慢的呢，我才发现呢，原来网上说的都是那种纯电车，我买的是一辆油电混合的。主要这个车我买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的城市里面呢有那种限号有些地方呢，比如说限号，你看这马路上的那种绿牌的车就跟我车是一样的，不限号。比如说跑一些市区的有些地方呢，油车的话限行，或者是一些桥梁的时候，重要的地方呢它也限行。但是呢，我用这个电车跑的话，它就不限行，随便跑，也不用担心了因为限行了导致违章了，对不对？再包括这个电车的话，说实话开起来比油车的话真的舒服多了，提速特别快而且网上的说电车自驾系统说什么不安全，还不够成熟。但是既然能够上路的话，就是代表已经成熟了。而且电车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我是买的混动的嘛，混动的话有个好处就是我出城的时候我就用油，它就会像油车一样，电池的话基本上不怎么用，反而会把这个电瓶给它充满。油车的话，那个电比如说灯线路之类的，空调都是靠那个电瓶来进行发电的嘛，然后用电瓶的电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电车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就它非常智能。比如说我现在前面车流过大，前面有辆慢车，那我现在想向右变道，我一般会看后视镜嘛，看有没有可能会变道机会。一般情况下会比如说跟你并排，这辆黑色的车假如并排了，我要并过去，我有时候没注意到，那是不是就发生刮蹭了？严重点速度快的话可能会撞到了。那如果我有这个电车的话，它会提示我旁边有车，请注意安全。非常非常智能应该是跟它什么雷达检测吧，激光雷达有关系。然后再主要的是这个电车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车窗户都可以语音控制，真的感觉就是你只用花比如说10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油车同等配置的20多万的一个功能的车了。所以说总体来说是比较划算的。刚开始还听到网上的一些消息说电车用起来很不舒心，经常要充电。基本上我在市区就用电，反正用电的话一般续航官方标称的是100多一点点，最后只能跑个80-90嘛。实际上的话不开空调的话跑个100，没有像网上说的打折扣那么多。而且我还担心什么电池以后换的话比较贵。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电池焦虑的问题，因为出城的话基本上都是用油在跑，电的话应该跑不了那么远，200公里以上的就用油几十公里的10几公里的就用电。整体下来是省了很多钱，比我以前用油车的成本少很多。